朝鲜公开宣布无条件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为俄军供应了40%的炮弹。朝韩战场搬到乌克兰，金正恩狂送3万敢死队。哥伦比亚志愿军再破俄阵，突入库尔斯克。图兰军团前线收割俄军，阿塞拜疆再送1万人。特朗普签3亿对乌军援，德国一援乌数百枚战斧导弹。乌军反击杀疯，夜袭俄5代机老巢导弹工厂。米格29精确炸桥，乌特工深入敌后爆破。安124无视俄防空网，直飞基辅，俄制空权崩盘。精彩资讯马上开始。别人都是怕麻烦，恨不得躲得远远的。朝鲜倒好，麻烦不找他，自己却死命往上凑。据朝鲜中央通讯社7月13日的报道，应朝鲜外务省邀请，俄外长拉夫罗夫11日晚抵达元山葛麻机场，开始进行为期3天的对朝访问。次日，金正恩于元山市会见了拉夫罗夫，并迫不及待地表示，朝鲜将无条件支持和鼓励俄罗斯为解决俄乌战争所采取的所有措施。与此同时，他还对莫斯科这位最高外交官到访朝鲜东海岸新建的海滩度假胜地表示欢迎。发布的照片显示，两人面带微笑，亲切握手，并面对面坐在游艇舱内的一张小圆桌旁。值得注意的是，拉夫罗夫此次访问正值俄朝关系的关键节点。在其与朝鲜外务相崔善基举行了朝俄外长级战略对话后，双方签署了2026到2027年交流计划。只是俄朝官方并未详细说明该计划的内容，仅宣称双方讨论了在国际舞台上的相互合作等问题。如有记者提问朝鲜士兵是否会参与除库尔斯克外其他地区的战斗，拉夫罗夫说，这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提议的，俄方予以响应，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这种展现团结的真诚之举。朝方自主决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的落实形式，翻译过来就是，这完全是朝鲜自己的决定，与我无关。又或是记者问如何看待志愿联盟组建多国部队保卫乌克兰，拉夫罗夫说，我们对此没有特别的兴趣，对于那些在国际舞台上寻求关注的人提出的各种幻想，我们不会认真对待，也不会去讨论。其实就乌克兰问题，拉夫罗夫还在招待会上诡辩表示，乌克兰危机是北约多年来煽动导致，朝俄两国为此才进行了紧密合作，称这既是两国关系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双方在为解决乌克兰危机而做出的共同努力，称这场战斗是为了欧亚大陆，不屈从于北约的野心。那有什么行动呢？据乌克兰情报部门透露，朝鲜将再次派遣25000至3万名士兵来协助俄军扩大对乌克兰的攻势。去年派遣的11000名朝鲜士兵，据北约官员称，估计已有4000人阵亡。与此同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获取的卫星图像显示，大量货机和运兵船正在朝鲜和俄罗斯之间频繁往来，其预示着双方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后勤行动。当然，面对前线物资短缺，即便俄罗斯国内工厂日夜赶工，也不得不依赖朝鲜提供额外武器。彭博社援引乌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的话表示，朝鲜目前正为俄军供应了40%的炮弹，这其中就包括了弹道导弹和火炮系统，且朝鲜炮兵的训练手册也已被翻译成俄语，以供俄军使用。而莫斯科则向其提供了资金和技术。上个月，来自11个联合国会员国的报道称，朝鲜在2024年向俄罗斯运送了至少100枚弹道导弹和900万枚炮弹。乌军也在不久前库皮扬斯克的战斗中击毁了一套朝鲜援助的754多管火箭炮。由此可见，拉夫罗夫此次访问不仅是为了巩固俄朝联盟，更是在向朝鲜求援。而金正恩的默许也让朝鲜愈发深陷这场长达3年的战争漩涡。此外，最新消息显示，韩朝两国雇佣兵在库尔斯克开始交火。综合各方消息报道，在库尔斯克苏梅边境战场，朝韩两国士兵交上了火。当初大家的预测成真了，不同的是，朝军是以政府名义公开参战，且情况大多都输，就不必多说。韩军则是以雇佣兵团的名义参战。据悉，韩国雇佣兵最早被发现在乌军第13独立侦察营中，人数达几十人，彼此配合默契。后经俄军第30摩步团一名指挥官揭露，在该方向作战的韩国雇佣兵人数达到了70人，且人均装备精良。俄方其实也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火力军之所以没提，是因为最初的消息都来自俄罗斯宣传员，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记者。现在有更多消息流出，火力军就和大家说说。乌方的雇佣兵有如波兰、哥伦比亚等兵力高达数千人的国际志愿兵团队，也有如英法德、罗马尼亚等以连或营级小规模参战的雇佣兵。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国雇佣兵则保持着团级规模。而新披露的韩国雇佣兵则分为数个团队，每个团队数十人参战。
像刚才提到的配合乌军第13独立侦察营的韩国雇佣兵团，就在辛普特村对多个俄军阵地发起了进攻。战斗中，双方均使用了精确制导炮弹与集束弹药。经过激烈战斗，乌韩联军击溃了俄太平洋舰队第40海军陆战旅的特战营，恢复了多个阵地。乌军方通报称，将俄军击退了5至10公里，俄罗斯国防部则未作回应。据悉，在该战中，韩国雇佣兵表现出色，其可能出自特种部队。只是火力军有个问题，朝韩这对邻居是想把恩怨放到乌克兰战场解决吗？而且随着韩国雇佣兵参战，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向俄乌投放部队呢？战场上，另外2个值得关注的雇佣兵团，就是在创佳绩的哥伦比亚志愿军和炒得火热的阿塞拜疆图兰军团。前者再度攻入库尔斯克，阿塞拜疆将再向乌克兰增兵1万。据诺尔报告报道，哥伦比亚志愿军在被派往库尔斯克方向作战后，其表现出色，且在最新一次战斗中突破了俄军的阵地。流出的画面显示，这支部队先于边境集结，后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向俄军发起了猛烈进攻。如今详细战况还不明朗，但近来乌军已多次猛攻库尔斯克，其战机更是频繁对俄军的基地进行轰炸。若是一旦确认的话，这将是俄乌之外的士兵再度打进俄罗斯境内的最新报道。而阿塞拜疆的图兰军团首批服务作战人员将统一佩戴蓝底3火焰袖章，这个标志是突厥史中的图兰徽记。当乌军联络官用俄语喊出欢迎词后，岂料回应乌方的是带着高加索口音的英语：“我们在哪里战斗？”这一幕也被北约记者定义为第3次外援浪潮的起点。在过去3年多战斗里，从格鲁吉亚军团到波兰营，再到哥伦比亚营，国际志愿者前赴后继，轮番登场。但以政府名义整建制援乌特战团还是首次。据悉，在图兰军团编制中，几乎找不到25岁以下的面孔，他们中70%以上的人参加过2020年的纳卡战争，曾隶属阿军641特种部队，在无人机与电子战主导的冲突中积累了丰富的攻坚与反炮兵经验。其余则是参加过土耳其幼发拉底之盾和橄榄枝行动战斗的雇佣兵。面对这批经验丰富的老兵，乌总参谋部将其拆分为了3个战斗群，其中巴库突击营配给了乌军第47独立机械化旅，负责红军村南翼突出部科特涅至乌达齐涅防线。高加索侦察营配给了乌军第78空中突击旅，在扎波罗热方向作战。里海火力营则与波兰炮兵营混编，负责使用8门 M777A2 榴弹炮和12门以色列铁刺速射迫击炮，压制俄军第20摩步旅 2A65 牵引榴弹炮群。当图兰军团进入乌东战场后，第一时间就被俄国防部列为与格鲁吉亚军团、波兰营同等的高危目标。如在近期一次战斗中，俄军第20摩步旅利用灌木丛掩护，用一个加强连向红军村西南舍甫琴科方向渗透。乌军前沿观察哨第一时间发现了这支在 T90M 坦克掩护下楔形推进的俄军部队纵队。随后，里海火力营用以色列提供的搜索雷达侦测到12公里外负责为俄军突击提供火力掩护的俄方炮兵连阵地，接着用自卫反炮兵雷达锁定了目标。一切完成后，8门 M777 榴弹炮90秒打出了72枚155毫米炮弹，俄炮兵阵地瞬间变成了火域，且爆炸还引爆了俄军弹药库，彻底解决了俄军反击能力。随即，该营无人机分队出动3架 TB2，向掩护步兵推进的俄装甲分队投下4枚 IMAMR 激光制导炸弹，摧毁了1辆 T90M、2辆装甲运兵车和1辆 BMP3 步兵战车。而失去火力支援的俄步兵最终遭到了乌军和巴库营轻重火力压制，在留下27具尸体和4辆装甲残骸后仓皇后撤。且流出的视频中，一名图兰军团的士兵还用匕首割下了坦克上的俄罗斯国旗，狠狠地丢在了泥巴地里。当然，俄军报复来得非常快。战役结束的次日凌晨2点，俄军使用天竺葵2巡飞弹对乌军前沿指挥所发起了密集攻击。遇袭第一时间，图兰军团开启铁穹车载拦截系统迎战，虽击落了13枚巡飞弹，但漏网之鱼仍击中了乌军的弹药库，并引发了殉爆。而爆炸一停歇，俄军的炮兵又开始火力覆盖。在122毫米榴弹炮杀伤下，图兰军团最终3人阵亡，11人受伤，其中包括巴库营指挥官伊尔加尔少校。不过在战后统计中，图兰军团能以3人阵亡、11人受伤的代价摧毁俄军1个炮兵连、4辆坦克和6辆步战车，与俄军的伤亡交换比也高达1比8，让乌总参谋部都不得不在战情通报中用卓越一词给予了图兰军团高度评价。战场之外，1500人的图兰军团在乌克兰战场上暴打俄军，让克里姆林宫怒不可遏，已召回驻阿塞拜疆大使。俄方表示，图兰军团将成为优先打击对象，但这样的恐吓并未起到作用。此前，为了避免与阿塞拜疆冲突扩大化，
普京曾派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长库列耶夫为私人特使，前往阿塞拜疆斡旋两国矛盾，并希望能够说服阿塞拜疆撤回赴乌克兰对俄作战的图兰军团。但在与阿塞拜疆同级别官员会晤未果后，库列耶夫提出与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会面，遭到了阿里耶夫直接拒绝。阿里耶夫还让人转达库列耶夫，任何赴乌帮助俄军作战的阿塞拜疆公民都将被逮捕。啥意思？阿塞拜疆的意思就是没有什么好谈的。库列耶夫也就灰头土脸地返回了莫斯科。不仅如此，阿里耶夫还亲自向被俄安全部门打死的阿塞拜疆公民齐亚丁·萨法罗夫和胡塞因·萨法罗夫两兄弟授予了阿塞拜疆国家英雄称号。此举无疑是对克里姆林宫最大的反击。而现在有消息称，火力军此前提到的受训中的1万名阿塞拜疆雇佣兵已完成训练，随时可赴乌克兰作战。阿塞拜疆这次算是彻底和俄罗斯杠上了。值得注意的是，图兰军团的到来开辟出一条隐藏的补给线。据悉，这支部队作战武器装备将由英国、以色列和土耳其共同负责。其中，英国空军已租用了3架运输机，给这支部队运送了2万发炮弹、500枚标枪反坦克导弹以及12套硫磺石车载反坦克系统。土耳其则投入船舶，打着人道主义物资的名义，为其提供了400架 TB2 无人机和38吨高爆炸药。雷达、情报、防空、电子战系统等由以色列负责。据悉，摩萨德已提前在特拉维夫、巴库、利沃夫开通了一条加密卫星链路，代号突厥走廊。与此同时，美国对俄罗斯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剧。特朗普公开指责普京在和谈中胡言乱语，并承诺加大对基辅的支持力度。综合欧美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发了向乌克兰提供3亿美元军事援助，这些军援中主要包括爱国者导弹和进攻型火箭弹。但必须说明的是，该批援助武器和预算资金将通过北约援助给乌克兰，且费用将由北约全额支付。这是美国对乌军援的最新表态。实际上，美军军火库中真没有多少爱国者导弹了。据彭博社报道，美国陆军计划从10月1日开始的新财政年度里，在爱国者导弹上花费超过13亿美元，并已悄悄将这种防空武器的总体采购目标增加到原来的4倍，即从原计划采购的3376枚提高到13773枚。这种武器已经证明，不仅对乌克兰至关重要，而且对美国在中东的驻军也很关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正式称，美国已恢复了对乌武器供应，最新一批海马斯弹药到达前线。相关人士表示，特朗普此次动作如此快捷，除了和国内外的压力以及乌克兰重建1万亿美元的大蛋糕分不开外，也与俄军近期不断袭击乌克兰平民，以及苏梅之战中乌军表现出的强悍战力有关。如7月12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对乌克兰的新一轮袭击中，共出动了597架无人机，发射了26枚巡航导弹。乌防空部队拦截了其中25枚巡航导弹和577架攻击无人机，但仍有1枚导弹和20架无人机击中乌克兰5个地区，造成切尔诺夫策州2人死亡，26人受伤，利沃夫州10人受伤。此外，包括学校在内51栋建筑、19辆汽车和21个营业场所受损。又或是在苏梅之战中，尽管特朗普是商人，不懂军事，但也看到了在苏梅之战中1万乌边防军仅凭防线就轻松击败5万俄军的壮举，这份战斗力震惊了他。从特朗普视角看乌克兰，2023年的巴赫穆特之战，5万瓦格纳打下了巴赫穆特；2024年沃夫昌斯克战役，5万俄军的进攻迫使乌军从前线抽调了大量军队回援。2025年苏梅之战同样是5万俄军，但这次乌军仅靠1万边防部队就把俄军打出了苏梅。特朗普不傻，他看到了俄军战力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退。难道大家没发现，在苏梅之战后，他再也没有谈过和平，甚至他还要求海格塞斯不要让我们强大军队变得和俄军一样无能。而除美国外，德国这后来居上的援乌大国，近期的支持力度也十分巨大。据 Next 的 A 新闻报道，德国陆军少将克里斯蒂安·弗洛伊丁在访问基辅期间宣称，德国将于7月底向乌克兰提供首批数百枚远程导弹。他认为乌军需要更多能够打击俄本土军事基地、机场、弹药库以及能源设施等纵深目标的弹药，并表示德国将为此提供资金支持。这句承诺胜过千言万语的恭维。当然，这也引发了人们对援助导弹类型的猜测。有人从克里斯蒂安透露的信息来看，该批导弹应该是巡航导弹而非弹道导弹。而能够一下子拿出如此数量巡航导弹的国家，在北约阵营中目前只有美国。那有没有可能德国援助的导弹其实是此前从美国采购的战斧巡航导弹呢？战斧巡航导弹射程2500公里，每枚价格约200万美元，是世界上最致命的巡航导弹之一，能搭载常规弹头，也能搭载核弹头。
当然，也不排除德国将自己库存的金牛座巡航导弹全部拿出来，但这种可能性较小。此前，德国也只是提供了类似的技术支持，才得以让乌军的远程导弹无人机有如神助，超远程打击了俄军高价值目标，给火力军一种德国更像是在直接援助乌克兰的军工体系。在这之后，目前乌克兰已能单独生产出更先进的远程武器，拥有自己的弹道导弹。如最近俄军事频道都开始披露乌克兰的 HRIM-2 弹道导弹即将投产。据悉，该武器系统对标的是美制 ATACMS 系统。之前基辅方面曾透露过相关消息，现在则是俄美也开始跟进。据悉，该导弹射程最高达500公里，可覆盖莫斯科的范围。战斗部则为100到350公斤，速度为每秒3公里。在5月的实战测试中，它曾击中了300公里外的俄军目标。总之，不管德国拿出来的是战斧还是自家库存的金牛座，都必须为其大笔援乌点个赞。前线方向，乌军的反击愈发强烈。据奥斯特报道，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东南135公里的卢霍维奇市，目标直指当地的基沃罗宁航空工厂。长期以来，该厂都以生产米格系列的飞机而为人熟知。从流出的现场画面看，乌军无人机在凌晨突破了俄军的防空系统，砸向目标。随即，工厂传出多起爆炸声。目击者也表示，在厂区附近疑似看到了黑烟升起。俄方则称击落了全部的10架无人机，强调没有造成破坏。乌总参谋部随后证实发动空袭，并导致工厂起火爆炸。此外，乌军还打击了专门为俄军制造防空导弹的西普诺夫设计局。与此同时，开源情报也披露，乌军还向里海附近的阿斯特拉罕进行了无人机群打击。随后就传出阿赫宾图斯克军用机场起火的报道。当地人表示，在机场周围听到了至少3起爆炸声，实时的卫星图像也检测到了数个着火点。俄方则未做出回应声明，详细战况还有待验证。值得注意的是，该机场停放着俄军最先进的苏57战机，这是俄罗斯第一款隐身战斗机。在莫斯科的宣传里，它还是俄方第一架5代战机。不过，早在去年6月，乌克兰空袭阿赫图宾斯克时，就曾击中了苏57，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架在实战中被毁坏的5代机。而在事发1年后的今天，停放苏57的阿赫图宾斯克机场再度遇袭，无疑释放了强烈信号，乌克兰可能将对这里发动类似蛛网行动的打击。即使俄军先前紧急修建的机场掩体和机库也无济于事。此外，乌克兰还空袭了俄罗斯西南部的奥伦堡地区，这一次的目标则是奥尔斯克的机械厂。袭击导致8号车间发生大火，并不时传出巨响。目击者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到不断升起的黑烟，很快就将整个工厂团团笼罩起来。据悉，奥尔斯克工厂一直为俄军生产多管火箭炮的零部件，并且加工石油和天然气。在遇袭前，该厂似乎还盖了一层防护网，试图防止无人机的袭击，但看来效果并不明显。目前具体损失正在确认中。乌克兰战场前线其南部战事持续升级，乌军在地面和空中都发起了反击。如在扎波罗热前线，一架米格29向俄军控制的一座桥梁投掷了2枚精确制导炸弹。流出的视频清晰披露了战机完成打击的全过程。米格29在空中腾挪后，精准命中了大桥上设立的俄军哨卡，同时伴有强烈的火光和浓烟升腾。又或是据乌克兰情报局称，在最新的地面行动中，乌军特工成功潜入到梅利托波尔一带，提前在基地周围埋设了爆炸装置，接着远程将其引爆。初步预计袭击共摧毁了基地的2个仓库，另有5名俄军身亡。此外，一座卫星通信站也在爆炸中被毁。通过近期的报道，很明显能发现，这段时间南部战事已经彻底活跃了起来。空中米格29和苏27几乎天天都在升空作战，地面乌克兰特工频频出手。接下来南部的战况进展如何，火力军将实时关注。据路透社披露，当地时间7月11日，乌克兰安东诺夫航空公司生产了一架安124重型运输机，从海外飞抵基辅。初步预计，它应该是接收了不少北约的军援物资。俄罗斯的军事记者随后也报道了这一消息，并断言运输机里是导弹和防空设备。基辅方面也证实首批弹药已通过波兰的热舒夫机场顺利抵达乌克兰，其中就包括爱国者导弹和海马斯火箭炮。不过他们并没有披露安124运输机的更多细节，因此这架运输机到底运输了什么设备，接下来我们可以在前线的战场慢慢观察。据悉，这是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争开始后首次有乌克兰运输机飞过基辅，该飞机也是乌克兰在俄军3年的疯狂空袭中艰难生产出来的，它的出现本身就极具象征意义。更为关键的是，这凸显了俄乌双方制空权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如此巨大的运输机就这样熟视无睹地穿过俄军封锁，运输过程中没有见到任何一架空天军的战机，
俄方似乎根本没有发现它的存在。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朝韩在乌克兰的对决会升级战争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